6月24号，1858年，300名华工从旧金山来到维多利亚，等待飞沙河的淘金热。那时候，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很高，西人都不想让这些中国华工跟他们一起住，他们嫌弃这些工人，所以工人们盖了自己的小村。他们在约翰逊街上修了几部楼当超市和房子。他们盖的这些楼现在变成了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当你走在维多利亚市中心的菲斯加街时，你会注意到有名的同济门，唐人街的入口。这个是 1.6 米高的门，是1981年建的，为了纪念唐人街的复兴。同济门的两边有苏州送的2个石狮来守着这个门。走过同济门，能看到不同的小品店、饭店和杂货店。再走一会儿，能看到番滩乡和中国华人博物馆。现在唐人街是维多利亚很受欢迎的一个旅游景点，可是这个漂亮的旅游景点有一个很黑暗的历史。今天我们要学一下唐人街的重要性。黄金和淘金热改变了世界。19世纪的淘金热吸引了很多华裔先民离开自己的家，在围着太平洋地带找更好的生活机会。侨民的淘金目的地中现在变成了 BC 省。这块土地上的飞沙河有特殊的挑战和机会。这件事影响了早期加拿大的华人历史。BC 省淘金热的故事十分重要。这件事探索了加拿大一批大规模加华先民的真实故事，也改变了大地的风景和样子。黄金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就像当年一样。1867年的时候，加拿大独立了。这时候，麦当劳总理说他想修一个铁路，从东到西统一加拿大。1880年开始修的铁路。很多中国工人从广州和加州来到加拿大，为了给家人们挣钱。1882年的时候，有6500个中国工人来修 BC 省的铁路。这块的铁路是最难修的，因为 BC 的地形有很多山，也是最危险的地形。这些中国工人一天挣1块钱。他们还得用这个钱去买吃的用的，而西方的工作人员一天挣1.5块到2.5块，还包吃。不但给这些中国工人们更少的工资，最危险的活也给他们做，因为他们遇到的残酷的条件，好几千个工人都因为事故、冷或者是病死了。那时候西人都嫌这些工人，觉得他们是来抢房子和抢工作的，所以这些工人们也住在了唐人街。他们不但克服这些状况，他们还是努力的把铁路给修好了。后来修完铁路的时候，政府跟这些工人们说，你们要是想待在加拿大的话，必须得先付一个50块钱的税。这个税从50块钱快速的涨到了500块钱，好多工人们因为付不起这个税，回到了家。有一些因为没有钱，没法把家人给带过来，所以呢，他们就待在了唐人街，让唐人街发展的很快。下面我们要去番滩乡。番滩乡是一个很窄的乡，里面有很多小品店。走到头能看到一个工人们玩翻摊的地方。翻摊是一个赌博的游戏，翻是翻动的意思，摊是把游戏片给摊出来。我们要听博物馆管理沙林给我们讲一下翻摊怎么玩。
基本上是一个运气游戏。以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游戏，但是现在没有麻将受欢迎。几乎就是你有一袋白东西，比如说扣子什么的，然后你会在桌子上摊一大堆扣子。然后用一个小杯子或者小碗把一部分的扣子给盖上，下面你会说所有投注，然后人们会赌注1、2、3或4。所有赌注完了的时候，组织游戏的人会用2个棍子把杯子外面的所有的扣子给拿掉，抬起杯子来，然后把杯子里面所有的扣子给除4。完了以后，杯子里面会有1个、2个、3个或者4个扣子，都看你赌注的数字和玩的人有多少。你可能会赢一些钱，组织游戏的人会拿走一部分的钱，所以完全是一个运气游戏，没有技术，而且一大部分的时候，组织游戏的人把一大部分的钱拿走。现在我们让沙林给我们讲一下唐人街的重要性。你在这里能看见照片，我把这个放在一起是为了要社区的人的照片和玩的照片和工作的照片，还有一些跟我们有意义的地点，还帮着讲一些我们社区的故事。像这样的地方也特别重要。一方面，我们创造的原因是因为省政府为我们华人受过的罪正式道歉了，然后他们问了我们想要什么道歉和和解的方法。我们华人社区的人说，我们主要想讲我们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故事，我们受过的苦，我们受过的歧视和我们成功的故事。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讲中国移民的故事的机会。为什么他们移民过来？为什么他们待在这儿？然后他们帮着修铁路的故事和修铁路的影响，还有一些刚说过的事儿，比如说歧视啊，第一个议会成员成功的故事啊，第一个医生和护士的故事。他们为今天许多的年轻人铺平了道路，并打开了门。所以这个很重要，不光对外国人重要，而也对中国人重要。很多故事我在这工作之前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学了很多我的历史和文化。每天都有人来教我一些事，要么是我的文化，要么是他们的文化。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发现相同的地方比区别多。这是为什么一大部分在这里做义工的人都在这，因为他们听别人的故事能学很多的事儿。我有3个爷爷是从中国广东那一块来的。我的一个奶奶是原住民，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中国女人在这儿。所以一大部分的朋友、生意伙伴和婚礼都是跟原住民的女人。但是我有3个爷爷是从中国的南部来的，和很多那一代过来的中国人来的地方一样。1800年代的末，我的一个太爷爷过来了，然后他又回到了中国。但是淘金热的时候，他是一个黄金矿工。但是我剩下的爷爷们都是商人和生意人。总之，唐人街是一个历史很深的地方，它包括斗争和虐待的故事，但它的黑暗的历史是让唐人街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原因。唐人街讲了一些跟加拿大文化特别重要的人的故事，无论日子过得多残酷，他们还是很努力。下次你去唐人街的时候，请想想他们的牺牲和故事。这些故事能让我们学到一些重要的知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